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上一支影片我们刚讲完杠杆，这次我们就直接把它套用进股票市场。股票市场里面最常见的杠杆就是信用交易，也就是融资融券。那实际应用要怎么操作呢？申请融资融券又有哪些条件呢？那还有什么风险？维持率怎么计算？融资可以参与除息吗？这些我都会一口气把它讲完哦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伙伴们先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档股票，你发现很有可能会上涨，假设它的价格是100块，也就是说买一张需要10万，可是我们自有资金只有4万，那这个时候有几种选择。第一，就是我们买400股的零股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该股票上涨，因为你持有400股，那你的获利就会是400块钱，这个部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第二，那就是利用杠杆来让获利变大，就是使用融资。目前台湾上市公司的融资大多是自备40%，可以借60%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有开启信用交易的情况下，就能用自备4万的资金买进10万块钱的股票。那股票一样是上涨1元，可是这个时候因为你有1000，所以你获利就从你的400变成1000元了。这样子的杠杆变成2.5倍，一样是投入了4万买同一只股票，可是获利就变多。不过这里要先提醒一下伙伴，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可以融资，这一点也需要注意一下哦。信用交易除了融资做多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叫做融券，也就是放空，台语叫做放空。这部分很多人都有听过，可是实际上用过的人，或者是真正懂放空逻辑的人却少多了。这个部分我们放到后面再讲。那我们先来提提信用交易的申请资格。信用交易的申请资格，第一，需年满20岁；第二，开户满3个月。不过这一点凯哥可以补充一下，如果我们有在别的地方开过户，那这个时间是可以累加上去的。第三，1年内买卖需要达到10笔以上。第四，累积成交金额需达到申请融资额度的50%，就是一半啦。第五，就是财力证明，那这个要达到申请额度的30%。不过如果申请额度是只有基本的50万以内的，它是不用附这个证明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要申请100万的信用交易的额度，我们就要提供30万的有效财力证明。第三，融资有什么风险呢？之前有提过，融资其实就是借钱，借钱就一定会产生利息。这边有个重点要说一下，融资的利息是可以跟券商谈的，目前预设大概会是在6到7%左右。但倘若你的交易量够大，融资周转率跟余额够大，往下压低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我的凯哥这边不便多说，有需求的伙伴可以自己去找券商谈谈看哦。然后是融资维持率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用融资买进一张股价100元的上市股票，上市股票自备40%，所以融资维持率等于10万除6万等于166.67%。上柜股票有些是50%，有些是60%，上柜股票自备50%，所以融资维持率等于10万除5万等于200%。然后我们要来讲一下整户担保维持，就是融资市值加上融券保证金除以融资金额加上融券市值。这里可能又看得有点绕舌，其实看盘软体或者是手机 App 其实都可以直接看得到维持率啦，不用算得这么辛苦。我们比较需要知道的是，当融资维持率低于130%的时候，券商会通知我们补钱，俗称追缴。接下来的2天内会有以下3种处理方式。第一，就是把它补回166%以上，也就是原始保证金，就会解除融资追缴状态。第二，补回130%到166%，这样子的话，只要在低于130%，必须当日下午就要补钱，否则一样又会被强制断头。第三，如果还是低于130%，隔日开盘会强制帮你断头。这个部分其实跟期货也是类似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融资维持保证金慢慢的往下降，快要接近130%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先做保证金补的动作，来让维持率提高，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触发追缴了。最后还有一个重点，融资是可以参与除权息的，可是除权息的股价会一口气往下掉，所以如果要参与除权息的伙伴，要特别注意维持率哦。券商虽然也会提前通知，不过还是自己注意一下会比较好，毕竟应该不会有人用融资来交易，结果长时间都不理他吧，毕竟有利息的呢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，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咯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